这就是山顶吗？比想象中要小很多。千师傅只说了山顶有宝藏，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位置。既然山顶不大，我们找起来应该也方便。花，如果你这样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山顶不大，找起来是方便，但这里一马平川，我们又没发现任何形似宝藏的东西，那不就说明宝藏已经不见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是被别人先拿走了吗？但这一路上也没有看到其他人，断桥也是我们修好的，应该不会有人比我们先到山顶。会不会还有什么隐蔽的地方我们没有找过？这里已经没有能藏东西的地方了吧？不，比如艾莉西亚现在就不见了。嗨，想我了吗？我在这里哦。我刚才在给大家冲杯面呢。来，拿好了，这是凯文的，这一杯给华。我取了些热水，简单冲泡了一下，是鸡汤风味，还挺香的，对吧？毕竟这可是艾莉西亚亲手冲的杯面，快尝尝我的手艺。现在是吃面的时候吗？怎么不是？你们瞧。雪停了。是呀，雪停了。从山脚到山顶，从暴雪到天晴，我们走了这么长的路，结果也没找到千师傅所说的宝藏。可是我们也得到了别的宝藏呀，来猜猜看嘛。哎，是什么？是鸡汤杯面。算答对一半，其实是雪过天晴后的阳光呀。你们看，这样的景色平时没机会见吧？原来是鸡汤杯面的前2个字。在雪地里又冷又饿地跋涉了半天，竟然还第一时间想到欣赏风景，该说不愧是艾莉西亚吗？难道你不累吗？累呀！说真的，在雪山上走了半天，我现在感觉全身的骨头都在颤抖呢。不过，要是躺在雪地上打滚喊累，那可就更冷了。既然没找到宝藏，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只有捉住这轮美丽的太阳，不是吗？还有美味的杯面。是呀，虽然只是常见的杯面，但是对又累又饿的我们来说恰到好处，而且还能边吃边欣赏阳光呢。我要找个好点的角度，把这片景色分享给直播间的小可爱们。你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，凯文？不，可能也不是很有趣。你知道吗？对我们这些经常在办公室里加班的人来说，就着日光吃杯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哦，因为这意味着你加班了一整个通宵，是吗？你已经培养出职场老手的敏锐了，花。我已不记得自己有多少次经历这样的场景：刺眼的阳光，嘈杂的鸟叫，手中的杯面，他们都在提醒着我，你刚刚失去了昨夜，又即将为工作失去黎明。可是，那也意味着凯文战胜了昨天数不胜数的工作任务。这轮雪后出击的太阳，还有山顶辽阔美丽的风景，就是我们在大雪中一路前行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最终成功登顶的证明呀。说实话，这一路没比加班好多少。被小助手拦住的时候，进山洞避难的时候，遭遇暴风雪的时候，我不止一次地想，这比上班还累啊。但现在我们到山顶了，吃着这杯面，让我有种事情告一段落的感觉。路上那些鸡飞狗跳的遭遇都已经过去了。别说的那么严苛嘛，这么丰富的经历，美丽的风景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分享给其他伙伴们了。所以
我们遇到的都是很珍贵的、大受好评的直播素材呀。或许是吧，因为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一切都会过去的，凯文。是啊，会过去的。在这些事情过去之前，我应该还会烦恼很久吧。工作、事业、未来的去向，各种各样的事情，肯定不是光靠找爱神使者就能解决的。但是在这段时间的波折告一段落之后，给我脑海里留下最深印记的，想必还是今天这段充满意外的旅途。在雪山上穿着夏装，与舍友们一起吃泡面，欣赏阳光，这的确比工作要稀奇多了。不仅稀奇，还很美好，所以我们才会印象深刻。就像在学生时代，或者大多数时间，其实都在面对写不出的论文、完不成的作业、搞不定的小组汇报，以及逃不掉的实习。我深有体会。但我每次向你们描述那段时光，却只会想起那场逆境翻盘的篮球赛，与梅和苏一起参加的实践项目，全都是其中的美好时刻。就像一直忙碌的鹰，最难忘的并不是下班的疲惫，而是林照耀他回家之路的手电筒。或许这就是生活吧，每个阶段都要面对不同的困难。在当时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，可等到时间过去，我们就会发现那没什么，总有阳光在驱散阴霾。真难得，凯文终于会说出大团圆结局式的台词了，可喜可贺。难道这就是阳光配杯面的功效？是啊，大团圆，阳光，杯面。有了。如果我真的被辞退了，就在公司附近开家面馆吧。哎，凯文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这说不定会很有市场，尤其是对那些早晨才下班的前同事们，他们一定会像现在的我一样，在朝阳下，除了吃面，什么也不想。我觉得很有希望，决定了，我要开一间面馆，名字就叫世界蛇吧。